一只马桶怪兽出现在房顶，他纵身一跳来到街上，吓得男人停住了脚步。眨眼间，怪物就来到近前，张开大嘴，一口把他吞了进去，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。军方立马派出直升飞机，可怪兽非常厉害，一口就把飞机吞了进去。二哈看到这一幕，吓得瑟瑟发抖。正在这时，门铃响起，二哈跑过去开门，没想到是只马桶怪，他一个俯冲，二哈也成了怪兽，两人快速向屋里冲来。大壮急忙放下梯子，来到2楼，可怪兽根本不想放过他，又追了上来。大壮一不小心打开了电视，因为他看完视频点了赞和关注，怪物这才落荒而逃。见电视这么厉害，他露出了笑容，把电视戴在头上后走了出去。马桶怪刚一露头，电视发出红光，怪物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落到地上，眨眼间就死翘翘了。轻轻一按，把头按到马桶里，怪物就被淹死了。然后小手一伸，又拍死一个。这时看到宠物二哈，电视里出现个红色爱心，在爱心的照射下，一道金光闪过，他就恢复了正常。大壮急忙蹲下身子，把二哈搂在怀里，危机这才解除。这是传说中的饿死鬼，他骨瘦如柴，嘴巴比针孔还小，吃不下任何东西。这天看到了丰盛的食物，他非常兴奋，伸出9米长的小手，拿起一只北京烤鸭就往嘴里塞，可嘴巴太小，怎么都放不进去。又拿了一只松花蛋，可还是吃不了，把他馋得直跺脚。最后端起一碗银耳莲子羹，可还是吃不到嘴里，都把他急哭了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传来，他扭头一看，是一个胖胖的饿死鬼，这可把女人吓坏了，端起盘子就跑。瘦子问：“你怎么这么胖？”他也不藏着掖着，拿出了秘密武器——超级迷你小饼干，而且还带巧克力夹心，外酥里嫩，非常好吃。他急忙撅起嘴，可第一个弹到了耳朵里，第二个塞到了鼻子里，第三个打到了脸上，第四个才吃到嘴里。他跟打了兴奋剂一样，高兴地跳起了舞，急忙掏出大哥大，拨通名片上的电话，订了半包迷你饼干。不过却被胖巨人嘲讽了几句，半包还不够塞牙缝的。原来他也有过挨饿的经历，当时什么都吃不进去。小男孩看不下去了，拿起饼干放到弹弓上，用力一拉，就射到巨人嘴里。为了不继续挨饿，他在588上找了份高薪工作，从此实现了饼干自由，想吃就吃，无论多快的速度，他都能轻松接住，还练成了独门绝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？猜到答案的一定要告诉我。女孩摘下头上的纱布，竟然露出第3只眼睛，这是传说中的天眼吗？男人还在惊讶时，女孩说：“我就知道你肯定接受不了我。”下一秒，他就被小帅搂在怀里。女孩非常激动，3只眼睛都流出了泪水，因为小帅根本不在乎这些。女孩哭得更加伤心了，而她不知道的是，小帅的脖子上有第3张嘴，正咔咔吃着威化饼干。突然，女孩抬起头说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小帅急忙把她搂到怀里，因为他不想跟女孩分享饼干，随后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突然，女孩又推开小帅，说又听到声音了，不过又被搪塞过去。就在刚刚，小帅想吃威化饼干，正在这时，女孩走了进来，他急忙把饼干藏到身后，放到脖子上的嘴里，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。画面一转，这个女孩吃了口饼干，没想到一个小伙凑了上来，一点点往前挪，把女孩挤到墙上。她非常害怕，眼珠不停地转动。随后，男孩张开嘴想要吃饼干，下一秒，女孩眼中放出金光，把小伙弹飞出去。人可以动，饼干不能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？男人的嘴巴越张越大，眨眼间就到了胸口，一步步向前走去。女人非常害怕，一转身拿起拖把用力捅了进去，可男人一点事都没有，拽过拖把扔到一边。女人见状急忙跑了出去。原来今天早上老头张开大嘴，快速冲向小女孩，一低头把她吞了进去。而这一幕恰好被小美看到，眨眼间女孩就消失不见了。随后她四处张望，看到母女2人后，收起大嘴快速跑了过来，吓得2人转身就跑，钻进车里。幸好在大嘴怪追来的最后1秒，成功启动了汽车，2人这才逃过一劫。可大嘴怪并没打算放过他们，来到大壮家，不过却没发动攻击，而是双膝一软，跪到了地上。随后嘴越张越大，在2人的注视下，看到一个巨型嘴巴，他伸出双手指了指，想让2人自投罗网，吓得大壮直摇头。可小美却
想试一试。大嘴怪急忙指了指自己的舌头，小美见状，二话不说，直接钻了进去。大壮心一横，也钻了进去。没想到这里自成一片天地，跟梦幻世界一般。原来大嘴怪是天使，之前吞噬的女孩是个恶灵。解释完后，上空出现一个漩涡，两人被吸了出去。大嘴怪朝两人点点头，表示感谢，紧接着一转身离开了。可刚出门就遇见了女司机，突然听见砰的一声，天使就这样一命呜呼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天使怎么这么不抗撞呢？男人按下手腕，指甲就掀了起来，他非常害怕，慢慢转过手臂，仔细一看，指甲里有2个充电口，随后就盖上了。他这才长舒一口气，可下一秒，手臂打开，竟然钻出一把 AK， 紧接着齿轮转动，喷出一股人造液，排泄完后 AK 就收了起来。男人彻底傻了眼，看向手臂，发现没有任何异常。正当他抱头痛哭时，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于是摸了下脸，然后继续向下，发现脖子有些异常，伸出无名指用力一按，头居然分成几半，里面装着各种电子零件，还在不停的运转。男人非常害怕，慢慢站了起来，一步步向前走去，来到镜子前，抬头望去，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。他一激动，手臂上的 AK 又冒了出来，这次还是2只。慢慢转过身来，看到自己的机械手臂，不知道是该惊喜还是恐惧。正在这时，听到家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晃了下手臂， AK 就不见了。这时门被打开，他一扭头，脑袋就恢复了正常，随后失魂落魄地走出家门。可看到地上受伤的鸽子时，他蹲下身子，把鸽子捧到手中，定睛一看，眼睛居然启动了扫描程序，看到鸽子受伤的部位，紧接着缓缓注入能量。没过多久，伤口修复完成，鸽子挣扎几下，拍拍翅膀飞走了。难道他有起死回生的本领？这时耳朵听见求救的声音，他顺着声音来到医院里，走进一间病房，看到床上的孩子时，再次启动了扫描程序，最终锁定了头的位置。他看了看双手，随后伸了出来，摸向孩子的头，蓝光闪过，再次注入神秘能量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圆环不断转动，很快就充能完毕。孩子眼睛眨了几下，然后慢慢睁开。这时医生赶到，想把男人赶出去，可回头一看，孩子正坐在床上，还摘掉了氧气罩。男人趁机跑了出去。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，你想变成机器人吗？女人的胳膊在慢慢溶解，吓得她张大了嘴巴，哭哧一声倒在地上。原来脚已经不见了，腿还在快速融化。她想拼命求救，可嘴巴也消失了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。伸手一摸，只摸到了鼻孔，低头一看，4根手指也一点点消失。随后看向远方，希望丈夫能早点过来。果然门被打开，丈夫走了出来，眼睛扫了一遍2亩大的院子，发现上面空空如也，根本没有妻子的身影。他觉得自己听错了，又走了回去。原来2天前，他们花9块9买下这栋房子，可搬进来后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晚上12点整，门突然打开，床上有个被包裹的人形物体。小美慢慢走过去，拉开床单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个陌生女人，还不停地口吐芬芳。她头痛欲裂，急忙捂住耳朵，而女人的身体在快速溶解。幸好这只是个梦，可刚走出来，发现屋子非常陌生，自己一样都不认识，而且相框里的竟然是别人。她顿时傻了眼，急忙跑进另一个屋里，却发现2个陌生人，还说这是她的家。可看到陌生的一切，她也动摇了。2人吵了一架后，她被赶了出来，可女人还不肯善罢甘休，提着棒球棍追了出来。她把项链扔到箱子里，随后不停地祈祷。睁开眼睛后，发现女人不见了，她放声大笑，可下一秒箱子就掉到地上，手臂也消失了。如果是你，你敢用生命跟死神做交换吗？一只6条腿的螃蟹在床上爬，而男人还在睡觉，哭哧一下夹住大拇指，用出吃奶的力气，还是夹不动，疼得男人眉头紧锁。可他还在做梦，没有醒过来。螃蟹没有放过他的意思，力气越来越大，男人觉得越来越疼，可依旧没有醒过来，钳子都陷了进去，大拇指连血都没流，这皮得有多厚？随着时间流逝，男人终于醒了过来，一脚将螃蟹踢飞，掉到地上，随后拎起螃蟹，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。原来螃蟹正在窝里睡觉，男人看到后按下遥控器，就狠狠撞了上去，
玩够之后就回到屋里，可螃蟹不干了，通过下水道钻了进来，闻着气味来到房间里。经过749个小时，终于爬到床上，这才开始了复仇之路。如今却被活捉。男人打开煤气灶，把螃蟹放到架子上慢慢烤，还不停地翻动，一看就是烧烤高手。没一会儿就两面金黄，随后放到盘子里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，那叫一个香。螃蟹为了报仇，却搭上了性命，你说他这样做值吗？